丁李春风，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我的声乐演唱经验的同时，并结合当今古典流行乐坛的歌唱家和歌手们的演唱技巧来做深度解析的。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今天我来与大家继续分享迪玛希的演唱作品，那我们就开始分析这首作品。粉丝很多。Бір көргеннен ғашық болдым өзіңе 主要是轻声半声的演唱，头声稍微多一些。 құлағыңмен баурап алдым жанымды қарай бердім нұрға толы жүзіңе пай пай шіркін ұмытылмас күн пай пай我们听一下，看得出这是一个室外演唱会的表演，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流行歌手来说都是有难度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对于没有经验的歌手来说，不容易专注的表演，尤其对于演唱者的伴奏、监听来说，也是很有挑战的。音响的设置和风噪的干扰，有时会让歌者听不清伴奏，很容易就会出现音准问题，这也是室外演唱会的弊端。但在这里，对于迪玛希来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演唱这首作品，依然轻松驾驭。开始部分，迪玛希善于使用他半声的演唱技巧，主要是靠胸式呼吸，慢慢的把观众带入到他歌曲的意境当中。里面个别颤音运用的也很有情感，虽不多，但恰到好处。大家听一下这里。 他的每一首作品里，我总结了一下，几乎都会包括至少3种或以上不同的演唱技术表演，所以这也是我喜欢解析他作品的主要原因。不只是他的天赋好，音色丰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值得视频前的你学习的地方。他真的是在用智慧歌唱。我们继续欣赏。 旋律很高。 这部分主要使用头声、半声的演唱技巧，主要是靠声带边缘的震动产生的声音效果，头声共鸣更多一些。由于使用麦克风，所以他用一点气息即可以唱出漂亮的假声，听起来也很轻松。因为后面他要唱高音，所以在前半部分他总是在节省体能和节省声带的运用，这也是迪玛希演唱的聪明之处。那我们继续欣赏。 现场的气氛很好。 Mask
chest voice。乐队的伴奏也很高，这里是小号的 solo。这部分它主要是靠胸声和头声的混合使用，但真声更多些。这部分是副歌前的预备部分。所以他的演唱音量也开始逐渐变大了，非常自然的在为后面的副歌做情绪上的铺垫，在最后一句尾音上还用了一个哭腔的唱法，我们来再听一下。针对哭腔的演唱，我上一集视频分析菲律宾女歌手 Morissette Amon 时有详细的讲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欣赏，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另外，这部分间奏的编曲处理的也很好，加入了铜管乐队的编制，小号的声音在这里非常漂亮，这也是这首作品编曲的魅力之处。真的要想唱好一首作品，不仅是演唱者水平要高，伴奏的编曲也非常重要。同时，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迪玛希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为副歌热身，他的舞台表现力真的是极具魅力。我们看这里。继续欣赏。转调了已经，哇，太酷了。countertenor 的演唱技巧。Oh my god！高音的声带机能非常有爆发力。最后这部分的副歌可以说是整首作品的华彩部分。当他演唱高音处时，同时乐队的伴奏也停掉一小节，他自己清唱，并且娴熟地转到另外一个调，然后还不断地用麦克风摇晃来制造出断奏的效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表现力的处理，真的是很帅的表演。我们再听一下这里。另一个非常棒的部分就是它切分音的节奏型演唱与乐队的配合非常的自然流畅。大家注意听，乐队的伴奏与它的演唱节奏是相反的，这就是切分音的节奏型，在流行歌曲里很少见，有难度。我们来听一下这里。这都是他能力的展示。每一次迪玛希的演唱都是会给我带来全新的感觉，这一点也不夸张。
这部分主要采用了2种演唱方法。第一种是先天机能的演唱，靠声带闭合强有力气息的支持，发出金属般的声音。第二种是 countertenor 的演唱技巧，声带边缘震动所发出的女高音的声音。说实话，比我听过的大多数女高音的声音都要漂亮和自然。我们再听一下这里。让我最震惊的是最后面极其特别的高音，相信视频前的你肯定也想知道是怎样发出来的。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人声发出这样的声音，这个在乐器演奏里也是很常见的。这个专业学名叫超吹，在小提琴演奏里也叫泛音。顾名思义，每个乐器都有自己的固定音高和音域。如果演奏者能够演奏超出乐器本身规定的音高，这就叫超吹，是具备极高的演奏水平才可以达到的。所以在声乐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超唱，完全已经超出了人声的音域了。这个音是钢琴上最高音 F， 非常高。我们再来听一下。声带发声原理是要完全闭合，气流通过声带瞬间要靠强大的气息产生极高的振动频率，同时演唱者还要控制好自己的声带的一部分不发声，让另一部分发声，即可发出这样的声音效果。这也是需要长期的特殊训练才可以达到的。但我不建议普通人来模仿，搞不好声带会坏掉。即使是迪玛希也不能经常运用，我相信他也是非常清楚的。希望大家切勿模仿。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分享。另外，我也希望我制作的每一期视频，你们都能够来观看和发表评论。我想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继续的动力。也希望你们不断的推荐更多有特色的歌手，我也会尽我的所能做得更好。我也希望我的每一次视频都能够给大家带来真正意义上声乐知识的普及，而不只是观后感。那么我们下期再见。